如果问中国人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，那么节俭一定榜上有名。勤俭节约一向被当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歌颂赞扬。在其他国家，尤其是物质不丰富的地方，节俭行为也大量存在，但他们可能只是把节俭作为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，可以是因为一种生活理念，也可能是因为现实所迫，而很少会把节俭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来膜拜，鼓励民众把它发扬光大。像我们父母那辈人，节俭都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根本原因是生活条件低下，物质匮乏。但当整个社会都把节俭作为美德来赞颂的时候，他们在心理上就会得到极大的慰藉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很高尚。所以我们父母那代人节俭起来是最理直气壮的。我小时候，家里只要天不黑就不开灯，冰箱只在夏天才会使用。一盆洗脸的温水，家里每个人都洗一遍脸。洗衣服的水都要攒着，用来冲马桶。洗衣机是摆设，绝对不会用的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解的事，就是我家后来有一次装修，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好看的吊灯和壁灯。过了不久，我爸妈就把他们房间的一个壁灯拆了，墙壁上的洞里扯出一根电线，连了一个裸的灯泡。他们是嫌壁灯的灯罩挡着了光，不够亮，所以要开裸的灯泡。平时他们在房间里就只开那一个灯泡，房间中间的大吊灯他们是从来不开的。不得不说，节俭有其积极的一面，那就是虽然动机可能只是为了省钱，但客观上确实节约了资源，对环保有好处。但是有些节俭行为，它过头了就会影响生活质量，影响身体健康，影响家庭关系。比如社会新闻里经常看到许多老人不舍得扔东西，在家里囤积废品，搞得家里脏乱不堪。比如吃剩菜剩饭，结果食物中毒；大夏天不舍得开空调，结果中暑住院。比如孩子做不到和他们一样节俭，就觉得孩子是奢侈浪费，是腐化堕落，各种看不惯。而我今天想讲的是父母过分节俭的行为对成长中的孩子造成的影响。首先，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我从小到大都只穿校服，父母极少给我买衣服。刚升入初中的时候，初中的体育老师要求每次上课必须要穿运动裤，不然就要罚跑2000米。当时学校只发了长日校服，运动款的校服还没有发下来。体育老师说，穿长日校服不行，可以穿自己买的运动裤或者小学时的校裤。而我小学时的校裤已经实在太短了，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穿得极其勉强了，现在已经根本没法穿了。我自己又从来没有买过一条运动裤，我就问我妈怎么办。我妈就从衣橱的深处找出了我哥当年一条旧款的校裤。我哥比我大将近9岁，他那条运动裤款式特别的老，我那时已经没有这款裤子了，深绿色的，码也很大，对我并不合身，看上去特别旧，膝盖处还有一个洞，打了个补丁。我真的很不能接受我穿我哥这条裤子，但是自始至终，我妈并没有把给我买条裤子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。当时我家的家庭收入处于平均水平，并没有到买不起一条裤子的程度，他们只是不愿意多花钱。我妈的理由是，运动校裤很快就要发下来了，先穿个旧的撑一下，反正只要体育课时穿一下就行，下课就换掉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上体育课那天，我穿着那条旧裤子的局促不安。我那个年代，2000年前后，已经没有人会穿打补丁的衣裤了。其实同学们也并不会很在意，但我还是尴尬的自嘲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哥的裤子，上面还有个补丁。就有几个同学很新奇的来围观这个补丁。我用自嘲以攻为守，缓解心理压力。但后来我觉得我实在没法再次承受这种精神压力了，
下一次的体育课，我就没有穿我哥那条旧裤子，穿了长日校服。我对体育老师说的理由是我忘记穿了。体育老师就生气地让我和另外几个忘记穿了的同学一起跑2000米，也就是绕操场跑5圈。其实我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前一天连梦里都在想这件事。对于一个敏感又自尊心脆弱的人来说，我还是宁愿选择跑2000米。这件事也有个好处，就是我发现原来长跑并没有很难，所以后来我从来不害怕800米测试。那次课之后，老师不知道为什么默认了穿长日校服也行，所以再也没有人被罚跑2000米了。长大以后，我经常会想，在这件事情上，究竟哪一方的责任比较大？是父母不给我买运动裤，还是我自尊心太脆弱不肯穿旧裤子，还是体育老师太严苛？哪一方似乎又都没有大错，父母只是节俭惯了，老师也只是在立好他的规矩，而我一个6年级初中预备班的孩子，好面子不肯穿旧裤子也可以理解。这件事跑2000米并不是真正的后果，真正的后果是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巨大的精神压力，每当想起来就心疼那时的自己。我会想，只要父母愿意为我花20块钱买条裤子，我就不必承受这种精神折磨了，不是吗？不过后来高中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突然成长了。学校里有一次常规体检，每个班的同学在一起排好队量身高称体重，每个人都需要脱鞋子，而我的袜子上有个洞，我心里非常紧张不安，特别怕别人看到这个洞，我就拼命用脚趾头夹住那个洞，不让它露出来。可实际上谁都能看出来我在掩饰那个洞。这时候我看到我们班一位女生，她的袜子上也有个巨大的洞，但是她完全没有掩饰。轮到她量身高，她很潇洒地走上去，脸上看上去镇定自若。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个洞，但谁都没有说什么，反而大家都用钦佩的眼神看着她。我也完全被她震撼到了，她有着好强大的内核，真是太优秀了。我突然就对自己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感到羞愧不已。人大大方方的多好，干嘛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？这个女生本身是个学霸，还特别和善，平时谁向她问问题，她都会热心讲解，根本没有人会因为家庭条件而看轻她。后来她上了特别好的大学，之后的人生也是光芒四射。那件事看似一件小事，却在那一刻让我醍醐灌顶，可以说是我价值观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我不再为物质条件而自卑了，我觉得那很低级，转而把注意力放到增强自己的精神内核上。我至今都对那位同学心怀感激，虽然他自己可能都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他小小的举动居然给别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当我的意识想法改变以后，再审视自己过去那些经历时，就少了很多埋怨，把更多的焦点都放在好的事情上。比如我父母从来没有给我买过生日蛋糕，我哥过生日时，他的好哥们儿总是会买来蛋糕到家里给他过生日，我就很羡慕。后来我初中的时候，学校里的同学也会送我生日礼物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但当他们问我，你今晚回去吃蛋糕吗的时候，我说我生日从来不吃蛋糕，他们就特别惊讶，说不可能吧。记得有一次我生日，那天放学后，我的一位好朋友就在黑板上给我画了一个生日蛋糕，还和另一位好朋友一起给我唱了生日歌。这些事情每当回忆起来，内心无比温暖。他们俩后来是我结婚时的伴娘。我爸妈虽然不愿在我身上多花钱，但我一直让自己多想想他们对我好的一面，多想想他们不容易的地方，并试着找寻他们这种极度节俭的行为模式的根源，站在更高的层面来了解他们，理解他们思想的局限性，会让自己释怀很多。他们的节俭源于他们食不果腹的悲惨童年和对未来缺乏安全感。
他们两人没有人可以依靠，没有任何后路，他们尽可能多的存钱，以应对未来的需求。这也算是一种对生活负责任的表现吧。其实，父母对孩子太抠门的话，孩子长大后肯定会思考，父母是不是不够爱自己。我思考的结果是，他们是爱我的，只是爱得不够细致，缺乏对我的共情。而且，父母对第二个孩子，思想上往往更容易松懈，容易老二当猪养，更粗糙一些。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，比如他们基本不管我学习，不对我提什么具体要求，我就没有因为被期待而感到压力。我经常也会想起他们对我不抠门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们在我初中时给我订了学生奶，给我订了老师推荐的报刊杂志，也算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。他们还在我反复央求下带我去吃了肯德基，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吃，还在我耳边不停地说肯德基太贵了，不合算。他们不会意识到，他们这么做使得我即使吃上了肯德基，也没有感到任何快乐，反而因为显得我特别不懂事，心里充满了负罪感。那时候，小伙伴们谁吃了肯德基都会在学校里告诉大家，而我之后甚至不愿意跟人提起这件事。但虽然内心愧疚，我还是感激他们带我去了，因为如果我鼓起勇气向他们撒娇，每次都得不到一点回应的话，我的心会死掉。后来经济条件大为改善后，他们也就没那么抠门了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他们其实没有义务再帮了，但当他们自己投资获得回报，财务非常宽裕以后，给了我哥很多钱，也给了我一些。我有时候会想，要是能匀点给小时候的我就好了，尤其是初中时期，由于眼睛近视度数加深很快，爸妈不肯给我及时配眼镜，很多时候我上课都是抓瞎的，全靠在家自己看书自学，很影响效率。那时最怕被老师抽起来提问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清黑板，看不清幻灯片，尤其是每天早上老师举着中文卡片默写英文单词，完全靠我同桌偷偷给我念，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。每次请求父母给我配眼镜，我就要挨顿骂，会说我浪费钱，拖着不给我配。那段时间，他们婚姻也遇到了危机，他们自顾不暇，没人在意我，我心里深受折磨，感到生活特别灰暗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幸好我最后撑住了，万一我那时抑郁了、消沉了，成绩下降了，思想扭曲了，三观不正了，他们也要负一定责任的吧。父母对孩子太抠门是有风险的，如果连基本需求都满足不了，孩子要是心智不坚定就长歪了。反之，太溺爱有求必应也会长歪。但我虽然撑住了，副作用也不小，比如现在每当我该感到幸福快乐的时刻，我做不到尽情大笑，我会想哭。我自己为人父母之后，经常审视自己，给孩子物质上提供的条件和精神上的关爱是否在一个正常的区间。我不希望他们体验我小时候经历过的那种不必要的精神压力，我要让他们心里有安全感。后来我发现，果然这样养出的孩子思维跟我小时候是不一样的。记得他们有次把袜子穿出洞来后，觉得很好玩，很兴奋地故意要穿破洞袜，丝毫没有心理负担。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童年本就不该承担过多忧虑。我经常提醒自己，虽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但养儿育女的方式要尽量恰当合理，对孩子的成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关心孩子真实的想法。即使物质条件不好，哪怕穷得叮当响，也不是父母不顾及孩子心理健康的借口。反之，即使父母富贵颇天，也不能成为放纵孩子的理由。父母要争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，更绝不能做孩子人生路上的绊脚石。对于父母太过节俭的行为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